每一次想到要去病，规个心啊，拢规个跳起来。每一次若想到讲要去病是这么困难，毋是有钱，毋是有人，啥物都无，我要安怎去病？迄当阵，我的规个童心的血液啊，就有一种呢很异常的澎湃。我到底要怎么办？但是最后还佫有一句话会当头鼓励我：做就对啦。人生呢，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份的爱的力量。哪会当真侪爱的力量合我来，就是一股大的力量。这呢，就是我自我鼓励家己，做就对啦。只要人多，力大，福就大。应该要成就这间病院是无困难，做就对啦。所以当阵凭着这个做就对，所以我大胆跨出去。那个时候啊，为了要盖这一座医院啊，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啊，行过了多少坎坷的路，而且呢，在这一道门这一条路，当很坎坷的时刻，多少人就在这一个时刻上来了，开始呢帮助了我，还有人呢付出他们的心血力量就这样投入。的确这一座医院是可以以心血来建成这一座医院。所以我曾经有这样的比喻过，心血假如是有形那沙土都是用心血拌了泥土呢而来切成的。这一座医院的确点点滴滴的心血，真的非常的感恩。所有的慈济人就是在那一年要盖医院都是这样的共同力量。
几间病院的拢是起好了后，人就直直入来了哈。入来呢，那选择多一天，我们就开始几天的义诊哈。花莲嘛是安尼哈，还没有启用之前，我们就先有2礼拜还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就是来义诊哈。安尼呢，互大家人慢慢的熟悉，那工作的熟悉哈，那这种行政的熟悉、门诊的熟悉、空间的熟悉等等啦。慈济人都回来哦，他们开始呢要投入准备医院的每一个角落要清扫要布置因为呢，它是8月17号，就是正式起业的时刻。这一大座的医疗设备的未来的人要怎么来？感恩，还是要守感恩，因为重重困难才能记忆很深。要开业在即，因为呢，提前9个月突然间呢，医师要从哪里来？听到花莲呢，大家都却步，不敢来。也感恩杜院长他的为人台大有很多的教授，很多的各科主任都能支持他他就会开出名单是谁谁谁，林小姐，他都一一呢去拜托。真的那个时候，台大很多的这各科室的主任都会派人，还有亲自也来支援这个内外妇儿科，像杨时彪教授，他那个时候是台大的院长，他很投入慈济，我也很感恩。还有呢，连医师复健，听说也都常常来帮忙复健门诊连教授，还有王正一教授王正一教授呢，他不只是来投入，他还要呢来帮忙，这如何呢？行政还有呢这种医疗的教育很多很多真的非常感恩人会老可是呢精神健壮的还是呢一直在支持投入。每一个人乌溜溜的头发现在都是白发了那唯有一个没有白发的是陈院长，陈英和院长。我们的医疗中心就是在他的手中完成起来。陈英和医师陈院长他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工程还没有完全好，里面还在做装修，仪器呢一件一件的进来。那有一次因为还没有启用嘛，在工程中我走到2楼，那刚好呢仪器到来了仪器呢都在这个外面有加护病房，那个时候也是在2楼嘛，所以呢他在2楼一个仪器他就蹲在地上那我就走进他的身边，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这都仪器开刀房要爱用的伊物件来我就给他倒生生的他就是那个机器呢要如何去把它整个做起来所以呢这都是他是第一个。记得那个时候呢仪器
陆陆续续的来哈，那我们的空间呢，也陆陆续续在整修哈。除了他，还有温祖密啊哈，温祖密那个时候带了50位年轻的护士来，也是来适应这样的环境啊，也来呢凹那个纱布啊哈，他也在这里呢做那个棉棒啊等等啦。我们大厅有一幅呢佛陀问病图嘛，佛陀问病图是台湾一位很有名的颜水龙画家，用马赛克那在那贴。那有一天呢，我陪着这位老教授呢，也在大厅里那看工程在施工，他的学生那跟工人一起呢在那一道墙里在贴。我们都站在地上往上看这一墙一片一片地搭起来。那突然间听到了二楼里有一位喊出声音他说：“哦，原来佛陀是国科的医生哦。”那我抬头一看呢，是陈英和医师我说：“盖叶你下来，你下来，他下来。我说：“你为什么说佛陀是骨科的医师？”他说：“是啊，你看，那他不都是在看病人的那个膝盖吗？他是骨科医师这都是我还是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还有一天，在精舍。还没有到医院去因为他们晚上要住在这里嘛。一天很早的时间，那大家一起在那说话的时候，突然间，这陈英和医师他就说：“师父要跟你讲一项代志。”什么代志？他说：“我是基督教徒呢。”我看着他，我就说：“那我不担心你是基督教徒我还担心你没有信得很虔诚他就说：“那为什么？”我说宗教呢，最初这个宗教的出发点都是好，因为呢，基督有博爱你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只要你是有博爱的心，那我倒是很开心，也很欢喜所以我怕你没有信得很虔诚我不怕你是基督教徒。他说：“这样我就安心了所以慈济呢是不分宗教的医院硬体是盖起来，但是呢，最重要就是软体。真的，我要感恩各位大医王、大医大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的同仁们大家人呢愿意来到东部那郭医师他也说真正我们足感恩那当阵咱医生要来可能是真困难的时阵他来到地他就很勇敢在咱的那个大厅佛陀问病图那个所在。当初我们的开会刚好那个所在好开会，其他的没办法了所以呢，我还记得他那一天在那里那讲就是说我来到这个所在，我要发一个愿。那当阵发那个愿偌济主治人拢听到，因为那当阵是77年嘛，伊是发到107年呢。迄一个医生来到地就愿以后呢，发到哈尼家长的愿所有的慈济人都感恩那种的掌声如雷实在是这印象大概人拢足深的那真的很感恩确实呢，不管是外科、内科、精神科、小儿科等等的科真正是都是爱大家人安尼喊起来。第
了我们的医疗同仁说不尽的那样的用生命抢救生命，在付出，救了那么多人。他当然也要感恩我们志工菩萨，真的是要讲因的感动人的代志是真多。总而言之呢，这种资深情长、真知心、真长，总是把医院为家这的人啊，真多啊。在医院开始，就一直在想，在医院如何呢？做的就是人间事。那怎么样能让这一些抢救生命啊，再进一步、再深一刻的，就是抢救慧命。所以呢，那个时候一直在想，如何让人家一进到这个医院来，他就已经呢走入了一个宗教、科学、哲学那样清净的世界里。虽然它是医院后来呢，我有一天呢，到我师父的精舍，那在他有一本画像，那一本画像呢，我随手拿来的时候，我就先这一幅画好像佛陀在问病，因为呢经典里面有这样的一节故事，就是说在僧团里面有一位出家人，他就是照顾自己，就是不管别人的，所以一旦到了他有病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去关心他，因为他平时没有付出，平时没有去跟别人互动，所以呢，到了他有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去照顾他。有一次佛陀行脚的时候呢，发现到了这个老比丘，佛陀看了很心不忍，所以他在跟他的随师的5位的比丘，就说：来，你去拿水，你去拿毛巾来。那就是佛陀亲自呢为这个病患来清洗他的身体。佛陀就说：你可知道啊，他就是在这一生中修行的时候把人人的事不关自己，所以他现在是这样。当然不只是今世，还有前世的因与果。我看到了那一幅图，我就向我的师父讨这一本画册，他有薄薄的几张而已啦，那我就把它要回来。就那个时候呢，有一位严水龙老先生，他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那他知道我希望说有人能把这一幅画把它呢就变成了比较巨大的画，他就很勇敢。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呢很年纪很大了，70、80岁了，那个时候，那他真正的也帮我呢，愿意去画了以后呢，就用马赛克的，他就在我们的现在医院里在花莲医院那一幅呢，就是完全是为这个画的。我还记得我当初在讲父母稳重难报经的时，我是从妈妈怀胎开始讲起，头一礼拜的情形，第2个礼拜、第3礼拜，我呢就安尼
每礼拜一直甲伊解释，有一回啦，咱的妇产科的医生啊，入来诊室，就甲我讲，师父，我听你讲父母稳重难报经，你是毋是捌有读过妇产科的册？我讲无呢。无你哪会解说甲遐尼清楚啦？阮做医生的人都也无解释甲从安怎样开始迄个妈妈的内底伫子宫的内底迄个形态，第一周、第二周安尼开始阮都也无甲遐清楚。阮有读，阮嘛袂记入去安尼。即摆佫听到师父伫咧讲的时我感觉讲安尼很有科学化呢。我就甲讲，我讲迄毋是我讲的啦，迄是佛啦，佛经内底写的。伊就讲佛陀也是妇产科我就甲伊讲佛陀是大医王，伊毋只是看骨科伊嘛会看脑科伊嘛会看胃肠科伊嘛会看小儿科他呢是一位大医王。佛陀呢是人间的导师，佛陀呢是宇宙呢的智慧者，是生理呢生理上的特者，心理的特学者。所以佛陀是伫这个天地万物无有一物伊毋知影。佛法的药师经都是在宣导这药师佛知道众生的病苦呢，是从东方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医疗事业也是从东方开始开始的医院呢，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医院是叫什么名字，都会直接说开脑已经病院因为呢，我们的医院开始的时候送来的病患呢，那个小女孩10几岁，她就骑了摩托车去撞了电位条，头颅受伤了。那个时候的蔡瑞章医师，他呢就接到了这样的 case， 他呢接案就马上呢说开刀。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还没有断层，还没有装好他就接来，他就开始开了。那个第一个开刀的呢，那就是脑。他开得很成功那事后我就问他，我说蔡医师你怎么这么大胆脑在我们东台湾呢是一个很大的刀生命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大刀你怎么敢他说菩萨都把我的手砍了，就底下剁落就死我记忆很深刻，他就回答我了。我就说你不是基督教徒，是天主给你砍手剁落去，还是菩萨？你说你家就是菩萨啦。总而言之呢，这样的脑开刀呢，我们就不需要送到西部去所以开脑的病人，他们都还不会说是慈济医院开脑的病人。一路走过来，现在听到了发挥救人的工作，抢救生命的那种成就感，还有在临床的爱，那种医病关系的爱，那种感觉到说生命是那样的亮丽，那样的漂亮。健康的人从事医护的工作，能去关怀一个
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能视病如亲啊。在佛法来说，在医师他的天职、他的使命、他的精神、他的爱心，就如活佛一样。外科医师也需要麻醉医师啊，那医师也需要药剂师啊，医师也需要检验师啊，医师也需要呢这个医疗仪器的技术员啊，病人也需要护理啊，所以呢，这就是整个医疗的团队呢核心合在一起，那这个医院呢就真正能成为一个守护生命的磐石。花莲医院开始盖了，真欢喜讲吼，铁路呢嘛开始在咧做啦，就是花东铁路呢跟着慈济医院呢平行啊建筑起来，医院企业啦，花东铁路也开通了，真的很感恩呐吼，所以呢在初期呢都有慈济列车。这拢爱真感恩祖亲呐，慈济人啊，这慈济人那一份呢，投入是无暝无日咯。迄当阵因伫咧人间菩萨招生吼，是安尼吼用装的呢。迄若听到讲啥物人有心半暝，因就走去。那迄个时阵呢，那有啥物人好甲带？没有人带他。但是呢，有心啦就不难。迄个时阵是铁路才拄开通，一票难求。咱病院起好啊，咱爱人来甲咱看讲吼，你出来的钱都是用伫遮。恁知影讲哦，迄要互人敢若单向的铁路哦，单向哦，迄真正一票难求。当时。要买一张票都困难，哪有租这列车呢？那就是要去拜票。我们的慈济人啊，真可爱啊，任劳任怨啊。不管他是少奶奶，他们也同样要去跟着人家去拜。天未光都爱去拜，拜托旅客讲哦。你要买几张票？伊若讲我要买2张，拜托你搁加甲我2张，因一个人才会当4张嘛。那就这样的苦心呐。接下来，慢慢的，铁路企业被慈济人感动咯，所以呢，愿意，互你一个车厢，互你2个车厢，才慢慢进步呢。互你规个列车，所以慈济列车啊，就这样开始。看到了觉子，还有看到了敬阳啊，他们在那里吼，这边啊，伫咧拜托人拜票吼，迄边呢也拜托人吼拜票吼，拜托人拜。在底下修，真正是来回啦，很困难。在那个时候，好在有贵人呐，把慈济列车安尼通，那我们在花莲呢，才能让更多人呢回到花莲去了解呢，人呐，
为什么要这样用心用爱啊？无所求啊，而且呢，吃家己的饭啊，做别人的工课，还要掏腰包呢，来来回回这样的奔波，还要呢听人一寡闲言闲语，还要看人家的冷热的脸孔吼。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也有会员要来，那么哥哥呢本来是持反对啊。假如他没有花莲走一趟啦，他也不能了解呢，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的付出这样做？这都是呢我们整个慈济里面的生态很多的都是要去走到花莲，看到了我们做什么，所做的呢正不正确，这都是呢我们大家人在咧努力，也嘛爱有沟通功夫人走会到才有法度啦既然等咱有咱上年开始，刚刚在前咱这个寿星这个报名表等咱这个师姐咱给伊带，给咱带这师姐看慈济人多可爱啊，不管捌你啊唔捌你啊，坐着主这列车，通通都是我们的人呐。开始开起公布来，让整个列车的人都会听到了慈济人、慈济事啊。踏上了列车呢，就要听经，都爱看菩萨那种的优美的手语。那的确，慈济人可爱呀，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北回，他们都说北回，北回铁路跟北回铁路，为什么北回呢？就是走过了这一趟的北回铁路啊，从花莲洗涤一下回来，就亲像呢，烫了一顶反复的皮脱胎换骨啊，人生啊这种反复的外壳把它脱掉了，真正的迈向了菩萨的精进道路。在座的各位，你们不就是呢坐过北回铁路北回过来的吗？所以你们呢现在脱胎换骨啦，慈济人美不只是人美，心也很美。所以很多人一般人都说难得休困嘛，来去散心散心。我都讲啦，慈济人也是散心散心，这个善也不是那个善慈济人就是善心善心来到花莲投入了慈济呢，就是要把握时间去善心行善想到那个时候我要盖医院的时候，好多都是非常一篇篇的感人故事。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心里很震撼，到现在还是这样。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是生活自己都很困难，他们还是在很艰巨的生活当中，还要付出给我盖医院甚至有人
用伊的身躯去等啦，就是那3年的工资，他跟老板契约就说，我一定甲你做3年免钱，不过你3年的钱要先付给我，3年当中呢，我一定呢尽心尽力为你做。30万一个病房，那个时候我都说，袂人去做老婆安尼呢，去来赚钱捐给我，所以有很多的感人的事。那个时候我就想，这种的精神真的很可贵啊！我们应该呢，为这样的社会、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来做见证。人总是善良的，人总是那一份的爱是非常可贵的。人不一定有钱，他才能出钱，就是没有钱的人，他们也有爱心，就有力量。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医院盖好，医院呢是救身体的、抢救生命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也应该为他呢建造一个精神的、是慧命长存的一个精神历史的堡垒，那就是静思堂。起头这个静思堂的名字叫纪念堂，但是后来想一想，这个纪念堂到底要纪念谁啊？很难很难。有的人以为说要纪念我，我说不是，要纪念的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一种的，虽然你看起来呢，就是那么小的人物，其实他的精神的伟大，真的无法说起。到底呢是要纪念谁？想一想，后来就以静思堂。静思就是表示智慧的意思。人生就是缺乏了静思，人拢是欠了这个静思安尼静静的思考，就是缺了这个静静的思考，所以容易冲动，容易呢做了错事。人类真的很需要静思。慈济人都是好人，他们要做好事，不是冲动的，也不是迷信，他们给的都是智慧的爱。所以这个智慧的爱是来自于静思，所以静思堂就在这个时候给它定名下来，叫静思堂。咱的病总于6成咯，也就是伫6成迄一天，就是咱的静思堂动土工一天。会记得迄当阵，咱伫这个土地的面顶，安尼堆着一堆沙，真大堆。那动土了后呢，我就甲因讲将来咱伫这个土地的面顶，咱的静思堂就要建立伫这个所在。静思堂呢，是一个精神的堡垒，伊会当让我成为一个触感的说法。所讲的触感的说法，就是讲，
来到这个所在，用目睭接触到伊的心灵呢，就会当然得到迄份的欢喜充满，唔免用声音甲解说。当初我要甲伊去咱的净师堂，迄当阵我就知影，未来呢，世界啦，国际间的人士来到台湾，一定会来参观。何况咱自己的脚步呢，绝对是会踏出了国际。国际的主宰啦，嘛会转来，总讲一句，不管伊是带倒一国的人来啊，毋免甲解说，互伊目睭看，就会当知影咱的精神。所以净师堂是一个精神堡垒。也的包厢都是抱着迄份创造历史工程的心态，足用心的，望望每一个所在，都是安尼，很用心、很用功夫的一座的建筑物。您知影，爱用偌侪人的心血汗水安尼去完成起来哦，精神的堡垒，起来必定呢是动不得它，就是爱保持着呢咱现在的这个设计，现在的建设，要流传落去呢，咱代代的子孙，可以做一项美的回忆，爱的教育，就是讲。目睭看到，身躯所感触到的，伊呢，迄个精神啊，参加咱佛法的这个经典呢，就会当头伫伊的脑内呢，去做迄番的这个洗礼，迄种的洗礼，去净化人心。所以净师堂其实呢，咱真细心，看看来。唔免急，考虑到好势再来做。病院甲学校就是真急，病院是分秒必争、争取时间救人的所在。教育呢是希望的工程，咱早一年发挥了教育的功能，才会当头早一年呢成就人才。所以。真正急需要的物件，我就赶紧互伊一赶紧完成起来。至于精神的目标呢，咱会当安尼一步一步行。一来呢，莫甲迄个急的建筑物来烧抢资源，所有主宰人感人的故事主宰的大总经。拢要一一的展示伫这个触觉的说法，这个建筑物。所以讲，互人目睭看到，就知影咱的主宰的精神。这个建筑物呢，是希望伊愈老愈古愈是宝。但虽然是时日一天一天直直过，那么伫咱。做这世界，不管多一个建筑物，都是大家人的爱心的累积。那么，这拢除了爱心以外，都是时间分秒的累积。那不是这多人的爱心点点滴滴的汇集咱这建筑物要安怎起来也那不是爱用耐心的时间去做迄番为未来千年百年的设计，咱哪有法度通好成就了安尼的建筑物？也若毋是有遮尔多劳工的朋友
愿意呢，安尼辛苦流汗啊，这个用心血啦，用汗水安尼去付出，咱哪有这么真好的地方呢？所以我跟他讲感恩，感恩爱护自己的主责人，一路陪着师父行过来，安尼辛甘苦辣拢总有啊。有时阵啊，静落来的时，回顾伊，真正讲，这种的心路历程啊，敢若会当用着一句话讲，用爱铺路走过来。这建筑物呢，若要讲有形啦，心愿若是要有形啦，这建筑物呢，土沙水泥。毋是用水敲的，是用心血落去敲出来的。所以每一项的建筑物，都是每寸都是含藏着无限的爱在内。看偌尼诚多的主责人，因用因的辛苦，用着因的这个生命，安尼去投入换来，哎呀，资源。提供予我做建设的工作，你想，这是不是寸寸爱心、寸寸心血呢？我真的好感恩啊！每一次想到这里，真的是足感恩的。